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路易斯。你认为变年轻这件事是有可能的吗？近年来，医学越来越发达，人类的整体寿命也得到了延长。但是我们发现，很多时候延长的寿命品质并不好。很多人中风瘫痪卧床10-20年，有些人糖尿病造成器官衰竭，失明或截肢，有些人得失智症，家人也不认得，甚至也忘记自己是谁。这些严重的症状主要源于慢性病，比如心血管疾病、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等。而这些种种的慢性病可以追溯到一个主要原因，就是血管的慢性发炎。当血管发炎的时候，血管的细胞遭到破坏，血管尝试修复的时候，就会有各种物质附着在上面，造成血管壁越来越厚和僵硬。心脏要更费力来输送血液，身体各个部位无法取得足够的营养，这就是身体各种机能退化的开始。对现代人来说，血管发炎的最主要原因是血糖过高。现代人食物的取得非常容易，除了3餐之外，还会吃点心、零食、喝含糖饮料和吃宵夜等等。这些食物大多都含有淀粉和糖分，淀粉消化之后也形成糖分，一起进入血液循环，变成血糖。频繁的进食造成身体大部分时间都含有高于正常的血糖，长期下来就会造成血管的慢性发炎和硬化。高血糖不只造成血管慢性发炎，也会导致全身细胞和器官的慢性发炎。我们都知道，含糖的食物放在外面久了就会腐败。高血糖相当于把全部器官浸泡在糖水里面，时间久了，器官会遭到破坏，导致衰竭。所以，很多糖尿病患者会面临肝、肾等器官衰竭、失明、截肢等等的严重问题。我们已经有很多药物和方法来克服细菌和病毒造成的急性发炎，但是却忽略了因为饮食造成的慢性发炎。慢性发炎的症状一般都不明显，当显现为心血管疾病、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时候，发炎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，不容易恢复。还有就是频繁进食的话，身体一直都在进行消化的工作，没有机会进行休息和修复，长期下来造成身体各个器官的过劳和老化。总结来说，只要解决高血糖和身体器官操劳这2个问题，就能避免和减轻后续大部分的疾病。血管可以保持健康和有弹性的状态，就能大幅度减缓衰老的速度。我自己个人的方法就是断食和跑步。我断食的形式是1天1餐，一天在2小时之内吃完唯一的一餐，就是早餐，剩下的22小时主要喝水，偶尔喝黑咖啡和茶。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消耗多余的糖分，剩余的时间身体可以得到休息和进行修复，大幅度减少发炎的机会，能达到很好的保健效果。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，为什么是1天1餐呢？断食的时间短一点不行吗？有必要断食时间这么长吗？对于爱吃美食的朋友来说，1天1餐实在太痛苦。基本上，断食时间越长，身体能达到更长的时间修复，保健效果越好。有兴趣尝试断食的朋友们，可以从12-12断食开始，12小时进食时间和12小时的空腹时间循序渐进，能达到空腹的时间较长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那么我为什么选择1天1餐，不选择断食更长的时间呢？因为断食超过24小时的话，复食的时候要很小心，要从温和、不刺激、容易消化的食物开始进食，才不会对肠胃造成刺激或伤害。根据我的个人经验，如果1天1餐的话，断食22小时左右，
不食的时候，可以正常吃平常的食物，不会引起肠胃不适，所以每天断食长期做下去，不会影响正常吃饭，不用特别避开某些食物，以原型食材为主的话，基本上什么都能吃，少量的甜食、零食、煎炸食物、加工食品等也是可以接受的。跑步也是一项很好的保健方法，通过跑步，气血可以得到运行，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身体各部位，让身体各项机能和运作都能得到提升。尤其在户外或公园跑步，有阳光和绿树的环境之下，可以有效地调节生理时钟和情绪，疏解压力，晚上的睡眠质量也会提升。研究显示，压力的疏解和晒到太阳时，身体会分泌维他命 D， 这也会降低发炎的情况，更有助于身体健康。我是一位30中旬的女性，在2年前开始1天1餐的断食，持续执行几个月之后，体重下降8至9公斤，恢复到了高中时的体重。断食也让身体有机会排毒和修复，我的精神和皮肤也变好了，感觉年轻了20岁。还没有找到断食这个方法之前，体重减不下来，状态不是很好，想着可能未来也就是这样了，根本无法想象竟然能回到20年前的状态，真的是让我太惊喜了。而且如果持续断食保健下去，估计未来也能很有效地延缓衰老。我知道，只要回到过去吃3餐的状态，身体又会慢慢变得不健康，所以我打算长期维持1天1餐断食的习惯。对于体重超标和正在尝试减肥的朋友们来说，体重过低是一个无法想象会遇到的问题，但是如果长期1天1餐断食的话，瘦到标准体重过后还会继续瘦下去，导致体重过低。所以有兴趣实行长期断食的朋友们，建议每天量体重，如果遇到体重低过标准的时候，可以在当天进食第2餐，来避免体重过低的情况。断食了将近1年之后，我想加强锻炼肌肉，因为肌肉量也是年龄的象征，肌肉量越低，新陈代谢就会减低，人就越衰弱，并且容易跌倒受伤。因为常年都没有锻炼的习惯，一开始我连100米都没有办法跑，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，我可以跑到超过10公里，体能大幅度提升，让我感觉也是年轻20岁。我现在维持每隔1天跑10公里的习惯，这就是2个让我年轻20岁的方法。很多人认为年纪越大，身体疾病就越多，是个常态。没有想到，通过有效的保健方法，其实可以预防大多数的疾病。其实长寿不只要延长寿命，更重要的是延长健康的寿命。只要有正确的方法，就能避免很多疾病，达到延长健康寿命，不会疾病缠身，也能有很好的生活品质。最后想讲的是，断食过量或者是方法错误的话，可能会造成对健康的不良影响。如果有兴趣尝试的朋友们，建议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，然后从比较短的断食时间开始，没有不良效果的话，再慢慢延长断食的时间，而且要注意摄取均衡的营养，避免营养不良的情况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